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如果说流量时代给演员贴上的标签是一层难以撕掉的滤镜，那么赵丽颖与王一博所做的本质上是一场反标签化的长期实践。他们并非否认流量的存在，而是试图重新定义流量的价值，让关注成为压力，让热度变成约束，让每一次曝光都必须对得起作品本身。业内制片人李某在一次访谈中提到，现在市场确实存在流量优先的现象，但真正能走长线的演员，一定是把流量转化为内容生产力的人。他特别提到赵丽颖在多个项目中的表现，认为她属于那种会主动和导演、编剧产生创作对话的演员，而不是只执行任务的明星。这种从被使用到参与创作的转变，本身就意味着演员主体意识的觉醒。而在表演指导张某看来，王一博的成长路径更具有典型性。他一开始确实是从流量体系里走出来的，但他的选择非常清醒，不断去接触需要技术含量的角色，比如动作戏、情绪压抑型角色。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在对抗标签。张某指出，真正难的不是红，而是在红之后还能持续自我修正。这种自我修正能力，恰恰是很多流量演员所缺失的。娱乐圈节奏太快，资本更偏爱短期回报，很多人一旦尝到热度带来的甜头，就很难再沉下心来打磨基本功。而赵丽颖和王一博的共同点在于，他们都在最热的时候选择降速一个不断接触现实题材年代剧，一个则在动作正剧中反复锤炼身体与情绪表达。这种选择说白了挺反人性的，谁不想轻松赚钱、轻松刷脸？但偏偏他们选了更累、更慢，也更容易被挑刺的路。当然，外界也不是一边倒的赞美，只要你稍微刷一下评论区，就会发现另一种声音同样响亮。有网友直言，说到底还是资本包装，努力谁不会说？真正的好演员是拿奖说话，不是靠营销敬业人设。也有人质疑，不用替身就一定专业吗？那是安全问题，不是敬业竞赛。还有更尖锐的评论认为，流量演员再怎么努力，也很难摆脱粉丝滤镜，评价本身就不客观。双引号，这些质疑听着刺耳，但也不是完全没道理。毕竟娱乐行业从来不是纯粹的艺术空间，它同时也是商业体系的一部分。所谓敬业努力，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会被过度放大，甚至被当作营销卖点反复消费。问题在于，观众越来越不傻了。影视评论人周某在专栏中写道，观众可以被宣传吸引进来，但留不留下，最终取决于作品本身。他指出，赵丽颖近年来在题材选择上的变化，比如向现实主义靠拢，本质上是在回应市场对内容升级的需求。而王一博在动作戏、职业剧中的持续尝试，则是在建立一种可信度，让观众逐渐相信他不仅是一个流量符号，而是一个可以完成复杂角色的演员。换句话说，营销或许能帮你开门，但演技决定你能不能留下。再看更宏观一点的行业背景，其实所谓流量偏见的存在，本质上是市场结构不成熟的表现。在一个以数据、热搜、粉圈为核心指标的环境里，演员很容易被简化为流量工具。而一旦观众对这种模式产生疲劳，反噬也会来得格外猛烈。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去流量化逐渐成为行业讨论的关键词。但讽刺的是，真正能完成这种转型的，往往恰恰是曾经的顶流，因为他们有资源、有选择权，也有试错的资本。赵丽颖和王一博的意义就在这里，他们不是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实力派，而是在流量体系中成长，
然后主动对抗这个体系的局限。这种路径比单纯的天生实力派更具有参考价值，也更具有说服力。当然，这条路也不是没有风险，转型失败的案例同样不少。一旦作品口碑不佳，反而更容易被放大批评。观众对努力型演员的容忍度，其实远低于想象你可以不完美，但不能一直不好。所以所谓初心，听起来很浪漫，本质却是极其残酷的长期自我约束。回到观众层面，这种变化也在悄悄发生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看脸看热度，转向看完成度看角色说服力。虽然这种转变还不彻底，但趋势已经很明显，流量不再是免死金牌，反而可能成为更高标准的起点。说的再直白一点，你越红，观众就越不允许你糊弄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赵丽颖与王一博的选择，某种程度上是顺势而为，也是逆流而上。他们既利用了流量带来的资源，又试图摆脱流量的桎梏，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。这种平衡不稳定，也不轻松，但至少比躺平要体面得多。而对于观众来说，也许真正值得思考的，并不是他们到底算不算实力派，而是我们是否还在用过时的标签去评判演员。当流量和实力被强行对立时，本身就忽略了一个事实：演员的成长是动态的，而不是一刀切的分类。在更细分的行业观察中，不少学者开始从文化工业的角度重新审视流量演员现象。传媒学教授刘某指出，流量并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流量是否被正确使用。他认为，赵丽颖与王一博的案例之所以具有讨论价值，是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流量去工具化及不再只是被平台、资本调度的符号，而是逐渐成为具有创作主动权的演员个体。这种变化说起来挺高大上，本质其实很现实。你要么一直被当商品卖，要么努力让自己变成能决定商品长什么样的人。赵丽颖这些年的路径就很典型，从早期的古偶爆款，到逐渐接触现实题材、女性成长、社会议题，她在主动拉高作品门槛。这种转型不是简单换个题材，而是对表演方式、角色理解乃至观众预期的全面调整。行业编剧陈某评价他时说过一句挺狠的话，他现在最难的不是演好角色，而是让观众忘记他曾经的某些成功模板。双引号。换句话说，观众记忆有时候比演技还难对付。而王一博的路径则更接近技能型突围。舞台出身，跨界发展，本来就容易被质疑半路出家，但他偏偏选择了一条最不讨巧的路，强化动作戏、职业戏的真实度。动作指导赵某曾透露，他在拍摄期间反复训练到肌肉拉伤，依然坚持亲自完成关键镜头。这种选择其实很不聪明，因为观众未必看得出你付出了多少，但一旦做不好，骂声一定最响。双引号。你看，这行业就这么离谱，做好了没人夸太多，做不好直接群嘲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这种看不见的努力才更容易在长周期里累积口碑。不是靠一部戏翻盘，而是靠多部作品一点点把观众的预期改写。不过，别以为所有人都买账。在某大型论坛上，有用户发起投票，你是否认可流量演员的转型？结果显示，支持与反对几乎5-5开。支持方认为，只要作品过关，就不该带有偏见；反对方则坚持，起点不同，资源倾斜严重，本就不公平。双引号。甚至还有更现实的声音，他们能转型成功，是因为有机会试错，普通演员连失败的资格都没有。双引号。这话听着刺，但挺真实。影视行业从来不是纯粹的能力竞争，资源、资本、人脉全都在暗中起作用。
赵丽颖和王一博能够不断尝试不同类型，本身就建立在他们已有的行业地位之上。这一点，如果假装不存在，那才是真自欺欺人。但问题来了，有资源的人选择摆烂，和有资源的人选择继续拼命，这两者难道不该区别对待？评论人韩某就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：我们不能因为起点高就否认后续努力的价值，同样也不能因为努力就忽略结构性优势。这句话基本把争议的核心点说透了。再往深一点看，这种争论其实反映的是观众心理的分裂。一方面，大家厌倦流量至上的行业规则；另一方面，又无法完全摆脱对流量的关注与讨论。嘴上说不看，身体却很诚实的贡献点击量。人类嘛，复杂得很，甚至有点自相矛盾。而在这种复杂环境中，演员的初心就显得格外脆弱。所谓初心，并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种需要不断被验证的选择。你今天认真，不代表明天还能坚持；你这一步用心，不代表下一步不会妥协。所以，真正决定一个演员能走多远的，从来不是某一个高光瞬间，而是长期稳定的职业态度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赵丽颖与王一博目前所展现的，其实更像是一种阶段性成功。他们正在逐步改变外界对他们的认知，但这个过程远未结束。一旦后续作品出现明显滑坡，之前积累的一切也可能迅速被质疑吞没。行业从来不讲情怀，只看结果。当然，观众也在成长。过去那种单纯依赖粉圈控评、数据造势的模式，已经越来越难以完全左右舆论。平台评分、长评区讨论、二次创作解析，这些都在逐渐形成更立体的评价体系。简单说，想糊弄人，难度比以前高多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那些真正愿意沉下心打磨作品的演员，才有机会慢慢被看见。不是一夜翻盘，而是缓慢但稳定的重塑口碑。把话说得再直白一点，流量是放大器，能把你吹上天，也能把你的缺点放大到离谱。而实力是唯一能让你在放大之后不至于它的太难看的东西。最后留几个问题，免得你看完就划走当没发生。流量演员通过努力转型，是否就能真正摆脱既有标签，还是永远会被出身限制？不用替身亲自上阵，到底是敬业表现，还是被过度神化的职业基本要求？在当下的娱乐环境中，观众的评价是否真的客观，还是同样受到粉圈和舆论引导？如果一个演员作品稳定但没有流量，他和一个高流量但逐渐进步的演员，你更认可谁？所谓初心，在资本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，究竟还能坚持多久？当一个演员不断强调努力敬业，这本身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营销套路？观众是否对流量演员更苛刻，还是这种苛刻本身就是对行业失衡的一种反弹？在资本主导的影视环境下，演员个人意志到底能影响作品质量多少？如果没有流量加持，赵丽颖与王一博是否还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？未来的娱乐圈是会真正走向去流量化，还是换一种形式继续依赖流量？